然后这一波又赚了钱，对吧？赚了多少？赚了5万多，接近6万块钱。那苹果的走势跟英伟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英伟达是才有可能形成顶部结构，但是还不确定，对不对？但是苹果呢，它是已经100%已经形成了顶部结构了，对吧？那假设你的成本价是300的话，你这个地方如果还不去做应对策略，你分分钟就要亏钱了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格雷泽老师说，这个苹果这一波的行情，7月31日的这个行情，跟6月9日到6月24日是非常像的。格雷泽老师一直说过啊，一个标的的走势它都是有规律的，就是历史不可以重复，但是历史总会相似，对吧？应该是我在我的实战班或者说体验课里面应该讲过很多次，我说苹果它大概率这次的走势就跟6月9日的走势相似。那基于这个走势相似的话，那意味着我是不是后续要看空苹果，对吧？那如果是我持仓苹果的股票，然后我又不想卖掉它的话，我应该怎么做？首先我判断它是一个中高，然后未来还会下跌。其次，假设苹果我现在的成本我是30块钱一股，我的成本已经非常低了，我想长期持有。我相信我们的粉丝朋友，我们的这个学员里面肯定有这样的投资者啊，把一些美股狙击头或者说你们心仪的一些股票的成本做到非常低，肯定有的，因为美股非常适合用这种策略，把成本不断的就是高抛低吸，把成本做到很低。那这个地方你的底仓你肯定不会卖嘛？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做什么策略？假设我的成本现在就是30块苹果的，对吧？它现在300块跌到200块，我也赚了很多倍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肯定不会把底仓卖掉。但是既然我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判断，认为它跟6月9日之后的走势相似，而且认为它必然会跌破300的话，那我还眼睁睁看着它亏，对吧？假设我有1万股，我的成本是30块，它从310跌到300块的话，我一每股也跌了10块钱，也要亏10万美元啊！我这10万美元我干什么不香，对不对？我拿着去旅游，对吧？拿着给家人去买个礼物，买一些礼物，是不是？我为什么要眼睁睁的看着它亏掉呢？所以说你完全可以拿这个潜在的亏损的这一部分钱，比如说潜在亏损是1万或者说10万啊，你拿这个里面的一半5000，你去买它的 put 去对冲也好，或者说直接去做那些零成本的，你不是有1万股吗？你直接去卖它的 put，卖它的 call 做背对啊，就跟那个格雷斯老师讲的一样，无脑去做它的背对的卖方。啊，这个策略呢，其实它跟那个 SpaceX 的那个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你就假设你的成本是345，它现在不是下跌趋势吗？你就无脑去卖这个345的扣。如果你有100股，你就卖1张；你有1000股，你至少可以卖5张。如果你有卖1万股，你就至少可以卖50张，你就可以卖一半。然后这个345的话，收益能够给你带来多少收益呢？我们假设啊，在7月31日你不敢去做这个策略，但是在8月3日是绝对可以去做这个策略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。8月3日我们去做12月份的这个345的啊，或者说做10月16日的，我们不做特别长时间的嘛，做10月16日的这个不过分吧？啊，345的这个扣，8月3日做进去的，我们看一下日内均价是多少呢？日内均价是3块3，现在多少？现在是1块6毛3，一张赚了1块7毛钱。你如果做了50张的话，1块7是170啊，50张就是1万多块钱啊，接近1万块钱啊。这为什么？而且这是零成本的，是不是？这是零成本的这个收益增强，你可以选择这个压力位附近的 put 去买啊，这个就是苹果的这个你持仓盈利，然后它现在是顶部结构已经出现了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苹果为什么格雷斯老师的持仓能够赚这么多啊？苹果应该已经赚了几波了，先看一下持仓啊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苹果，我这一波已经又赚了3万4了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应该是做了苹果，我看一下它的走势，我就知道我做了多少波了啊。应该是这里肯定是做了一波。这里是100%做了一波啊，然后到这里平仓了。这里为什么平仓？因为这里它上涨了，出现了日线的底部结构啊。这里看到没有，涨了0.35%，所以我就把它清仓了。这一波做空赚了钱，然后这一波又赚了钱，赚了4万6，我到现在都记得，对吧？然后这一波又赚了钱，对吧？赚了多少？赚了5万多，接近6万块钱。然后这一波现在又赚了，但是这一波的呢，这个赚的话赚的少一点，因为这一波我主要用的是熊市价差策略。可以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意味着我现在所做的所有的跟苹果有关的策略，我都是用的盈利在做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苹果的走势，为什么格雷森老师会用这种策略，跟那个英伟达截然不同的策略，对不对？首先我们看这里，它这里跌了0.56，最高价跌了0.56，所以说条件符合了，顶部结构，是吧？然后顶部结构呢还有其他的条件啊，这里面我就不跟大家细讲了啊，因为要保护我们实战班的学员的权益啊。但是这个已经是它形成顶部条件了，对吧？这是历史最高价对应的历史最高价，然后那根 K 线是下跌的啊，然后呢下跌趋势是不是下跌趋势？它的日线符合做空的已经有得2分了，周线是不是周线的顶部结构？历史最高价那一周的周 K 线跌了7.24%，是不是？然后下跌趋势，
它的就是当然下跌趋势只是这一周才出现下，我们在做空它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上周其实是这个5周均线还不是向下的啊，所以说周 K 线它至少可以得1分，对吧？月 K 线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地方呢，最高价对应的这个 K 线是上涨的，所以说它只能得个 0.5 分左右啊。然后 0.5 分可能我们粉丝朋友会问，它怎么得来的 0.5 分？就是它又有点像顶部结构，然后又不是完整的顶部结构，那就得 0.5 分。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，它如果做空的话可以得多少分？日线是不是得了2分？周线是不是至少得1分？然后月线又得了 0.5 分，周线其实如果从现在看的话，它得了 1.5 分，得了2分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它至少是 3.5 分到 4.5 分之间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逻辑，什么逻辑？就是这种美股区巨头的股票里面，他们的这个上涨和下跌是非常有规律的啊，要么涨的话就是一路上涨，要么跌的话就是一路下跌，它不会说，这周暴涨，下周暴跌，今天暴涨，明天暴跌，它不会的啊。所以说为什么格雷总是看它的这个底部结构形成呢？我就很笃定的啊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上一周它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彩蛋策略的原因啊。上周的彩蛋策略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上周我们的彩蛋策略啊，是8月4日给大家准备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是不是苹果的熊市价差，扣熊市价差，是不是8月4日的？然后是强生的这个卖扣啊，我当时没建议大家去做买方，我都是做卖扣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2个策略今天的效果如何啊？苹果的这个策略毫无疑问讲是肯定是赚了钱的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有目共睹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叫 MS 啊，不是 MS 强生啊 JNJ 现在什么情况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卖方是不是赚钱了？它即使涨的，它盘中的话我们赚了不少，它跌到了 0.41， 其实我今天应该把它清仓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做的彩蛋策略，我今天清仓，说明我们的彩蛋策略又成功了。但是为什么没有清仓？是跟大家去讲课去了啊。所以这里面大家也要吸取格雷老师的教训，就是一旦一个标的你赚了钱之后，你觉得它达不到你想要的这种方向再走了，你就把它清仓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另外一个没清仓的原因就是我的那个买 put 到现在它还没有价格啊，还没有流动性。这种合约它现在的价格是 17.05， 你是千万不能挂1块去卖它的啊，你只能挂它的内在价值加上时间价值左右啊，这样子去卖它，因为它流动性不好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第2个内容讲完了啊。